Hello， 各位跨境电商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文无货跨境电商。如果你人在中国、亚洲、欧洲或者任何美国以外的地方，却想做美国市场的跨境电商，那你大概率踩过一个大坑，那就是收款。产品没问题，店铺也正常运营， Stripe、PayPal、Shopify Payments 这些收款工具，要么死活申请不下来，要么动不动就申请冻结、预留资金。PayPal 更狠，直接给你压30%的保证金，钱在里面动都动不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店铺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拒付率太高了？是不是我这一个模式平台不待见？但说实话，很多问题根本不在你的产品，也不在你的运营，可能问题出在你的公司身份上。你用一家外国公司去收美国客户的钱，在支付系统眼里，你就是跨国商家。跨境交易本身就容易触发风控，更容易被银行拒付，手续费更高，账号稳定性也更差。所以你会发现，真正做大的跨境卖家，尤其是主攻美国市场的，基本不会一直用本地公司硬扛，而是会搭一个美国公司主体，注册一家美国公司，用美国主体去申请美版 Shopify、美版 PayPal、美版 Shopify Payments US。这样一来，你就不再是外国商家收美国客户的钱，而是变成了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收钱。这个区别非常大，它直接影响你的支付通过率、账号稳定性、手续费成本，甚至决定你后面的生意能不能做大放大。今天这条视频，我用普通人也能听懂的话，带你完整走一遍。非美国居民怎么合法注册美国公司？怎么申请 EIN？ 怎么搞定美国地址？怎么开美国商业银行账户？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需要 ITIN？ 那么什么是 ITI？ 简称就是个人纳税人识别号，也叫做美国个人税号。以及最后怎么用这个主体去申请美版Stripe、美版 PayPal 等等。如果你正在做跨境电商，尤其是主战场在美国，这条视频建议你认真看完，这套体系能帮你少踩很多收款的坑。好，首先第一部分，为什么一定要美国主体？好，跨境电商也就等于是高风险的一个标签。当你作为海外商家卖东西给美国客户时，系统默认就把你归到了更高风险的那一类。不管你的拒付率多低，产品多正规，只要美国银行看到这笔交易来自德国、荷兰或者是亚洲的公司，它就会按跨境交易来处理。而跨境交易相比美国本土交易更容易被系统标记为可疑。结果就是付款通过率下降，手续费变高，支付处理麻烦不断。这些问题美国本土卖家根本感受不到，本土卖家在美国银行体系内部处理交易，你在体系外部处理交易。好，这就是本质区别。那么任何人都能合法注册美国公司吗？好消息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合法注册美国公司，你不需要住在美国，也不需要 SSN 社会安全号。注册一家正规的美国公司，再开通美版 Stripe、美版 PayPal， 你就不再是以外国商家身份运营了，而是以一家美国公司的身份，在美国支付生态里运营。这样做会明显提升付款通过率、收款账户的稳定性、账号整体抗风险能力。规模放大与风险分散。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规模放大与风险分散。美国这些支付商对一件代发这种模式更熟悉，触发预留金之前能承受更高的交易量。
对巨富率的监控门槛也更合理。相比欧洲、亚洲公司主体或者国际账户，美国主体明显更适合可规范。但对中大型卖家来说，真正有战略价值的是风险分散。想象一下，你同时有欧盟、美国香港斯特赖普，相当于手握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备用收款方案。一个账户被冻结，整个生意不会立即停摆。把流量切到另一个主体，现金流照赚。对于月销5万到20万美金的卖家来说，光是这条备用方案本身就已经很值钱了。你本质上是在降低对单一平台单一账号的依赖风险。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美国主体到底能带来什么实际好处。好，第一个是支付通过率提升。大部分客户在美国的话，用美版斯特赖普基础手续费经常是 2.9% 加 0.3 美元，和欧洲版基础费率差不多。但如果你用的是欧盟或其他地区的斯特赖普，通常还会叠加 1% 到 2% 的跨境手续费，再加上强制换汇率费用。你收的是美元，但平台结算给你的是欧元或其他货币。更麻烦的是，你付供应商货款又得用美元，所以还得把欧元换回美元，来回一折腾。标准手续费之外，很容易再多出 3% 到 4% 的额外成本。换成美国公司啦，美国本土销售基本就是2.9% 的处理费，没有强制换率会，从一开始收的就是美元，光这一项就能省下 3% 到 4%。月入5万美元的话，一个月最多能省2000美元左右。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地区的主体，差距会更大，有的地方手续费可能会到 3.9%加 0.3 美元，再加上强制换汇，总体实际成本可能飙到 5% 到 6%。那么怎么减少双重换率损耗呢？主要销售货币是以美元的话，美国主体结构可以直接把美元结算到美国银行账户，用美元干净利落的支付供应商，不用被迫先结算成欧元再换回美元。好，那么开户前你需要准备什么呢？需要先开通美国的支付账户，一共需要准备5样东西：一家美国公司的主体 EIN 雇主识别号，相当于公司的美国税号；美国商业银行账户，能被 Stripe P5 Payments 接受的美国地址，还有个人纳税人识别号，非美国居民的个人税号。听起来东西不少，但接下来我一步一步带你做。说实话，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而且这套方法比较扎实合规，主流支付平台都能用。好，首先第一步，注册美国公司。好，那么我们注册这个美国公司，我们需要选择哪一个州呢？美国那么大，第一个要做的决定就是选哪个州注册。外国人理论上哪个州都能选，但有一个州通常最适合怀俄明州。为什么选怀俄明州呢？好，第一个它的是年费低，每年大概就几十美金，隐私保护好，你的个人信息不会直接出现在公开记录里，无州所得税。对非美国居民来说，怀俄明州不收州所得税。所以今天这一期教程我们就选怀俄明州，对国际创业者来说是最均衡的选择。第二个，为什么需要注册代理？注册代理就是在你公司注册的那个州担任你的官方代表，简单说就是你在美国的官方收件人，负责接收法律文件和邮政信件，
这个是硬性要求，每家美国公司注册后都必须登记一个实体地址。作为非美国居民，你本人通常没有美国本土的实体办公地址，所以注册代理这一步是必须的。好，注册代理它需要帮你做3件事。第一个，保护你的隐私，确保不错过政府或法律信件，让公司在州层面保持合规。好，这边推荐大家用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平台。好，现在市面上注册代理很多，你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我自己用下来，觉得这个常说的西北公司，他们从80年代就开始做公司注册服务了，资历很老，专业度够，价格也合理，对非美国居民特别友好。打开西北公司的注册链接后，点击开始，在家就能完成注册。好，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好，点开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公司，点击注册链接，点击开始。好，这边的公司类型选择这个 LLC 有限责任公司。好，我们的一个州选择这一个环俄明州。好，选好以后，你会看到州政府收取的注册费。好，这个费用它是一次性的。每个州不一样，怀俄明州收取$39，还包含了注册代理费服务。好，它这边的每一个州的收取费用不一样的有的相对较便宜。下面还有这个 LLC， 这个不是关闭公司的意思，它更接近亲密持股家族型的公司是怀俄明州特有的一种类型，适合家族企业、房地产、遗产规划之类的，最多3、4、5个成员，我们普通电商用不上这个就不用管它把它关闭。好，注册代理它的年续费是$125一年还提供免费的年度报告、提醒和提交服务。好，下一步我们就需要填写公司的名称填入你想好的公司名称加 LLC。好，建议先去怀俄明州政府官网查一下名字有没有被占用，被占用了就换一个。好，这里它也会自动帮你检查名称是否可用如果不可用，你可以再换一个。好，这里的类型还是保持它的 LLC。好，它里面有多个选项，我们还是直接选择这一个 LLC。好，下一步 EIN 服务。好，把这个 EIN 服务勾选上，让西北公司直接帮你搞定税号因为你没有美国身份证 SSN， 所以选第2个选项因为我们自己这边没有这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证如果有 SSN 的话，只需要$50所以我们就需要选择第2个第2个费用它是$200。你是本土美国公民，就直接选择第1个，只需要$50。点击下一步。好，这里需要填写营业范围和地址。营业范围通选选这一个通用的这个勾选上就行。公司物流地址直接使用西北公司提供的地址，邮箱地址也用西北公司提供的律师抄送的选项不需要关掉即可比如这些法律文件之类的这个我们不需要，直接把它关掉。好，然后点击下一步。好，这里就需要填写我们的个人信息与账户需要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电话、邮箱，设置密码，以后用来登录西北公司后台查看所有公司文件。好，这一项一定要填准确方便你以后查询公司里面的一些文件。好，这一步就需要填写公司管理的一个结构也就是管理型选成员管理填入你的地址地址我们也继续用西北公司提供的有其他成员就点添加。想最大程度保护隐私，可以填名字缩写，填写完整的姓名也没有关系，不会放在公开记录里它的隐私性保护的比较好
好，这里是他额外推荐的一些服务。好，我们现阶段不需要，在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添加也可以。好，我们点击下一步继续。好，这里就需要去输入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和账单地址。好，填写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即可。费用大概是第一年总价大概$342，一年之后每年只需要付注册代理费$125。怀俄明州年度费用$60，年度维持成本大约$185一年。好，提交订单之后，西北公司会向州政府提交注册文件，通常1到2个工作日，公司就能注册完成。好，然后他们会帮你申请 EIN。对非美国居民来说 ，EIN 申请需要通过传真的提交给美国国税局，所以流程大概1到2周。整个进度西北公司会通过邮件推送。你也可以用注册的账号登录后台查看。好，全部处理完成之后，在后台可以下载到公司组织章程成立证明，证明公司合法成立的官方文件。注册代理地址，怀俄明州的官方地址。EIN 含公司税号，后续几乎所有操作都会用到。公司品牌信息，你对外经营的公司名称或商业身份。好，然后下一步我们需要搞定美国住宅地址。好，为什么不能用注册地址、注册代理地址呢？注册完怀俄明州的地址，下一步要准备一个合适的美国实体住宅地址。后面申请斯特赖普的时候，斯特赖普的自动申请系统会非常严格的筛查公司地址，而怀俄明州那些标准的注册代理地址，通常被成千上万家公司共用。斯特赖普识别到这是高密度使用的商业收件地址，就可能触发额外审核，或者要求你提供地址证明，所以注册代理地址不能直接当支付网关的地址用。更好的方案是准备一个只有你自己使用且被归类为住宅类的地址。好，那么怎么获得住宅地址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有朋友住在美国，可以用朋友的地址最简单，或者是提供实际地址、物理地址这类转寄服务，像备选方案 VPN 提供真实公寓地址，但价格比较贵。好，但是用这些地址你需要验证这个地址是否是被归类为住宅地址。好，地址的验证方法可以用一个叫做 Hope 的账号。好，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好，我们需要验证这一个是不是被归类为住宅地址。好，这边我们用这一个类似于地址验证网站来查。好，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立即免费体验地址验证，把提供的地址复制粘贴进这个地址栏。好，粘贴进去之后，我们查看这个结果。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分析结果里标记的是否是商业地址还是住宅地址。好，如果是商业地址就不行，换一个继续查，直到查到住宅地址。好，像我们这个地址分析报告显示，地址已存在于美国邮政服务数据中，也就是这个地址是正确的一个地址。好，最后你的公司会有2个地址，州政府备案地址，也就是注册地址。好，继续用西北公司的注册代理地址，保持不变，用于法律文件和州政府合规。主要办公业务地址就用你找到的住宅地址，后续提交给支付处理商。在西北公司后台把住宅地址设置成你的办公地址即可。公司信息和地址都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美国商业银行账户了。好消息是，现在有几家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允许外国人远程开美国公司账户。注意，我们需要的是公司名下的美国银行账户，因为申请美版
Stripe 必须绑定美国的公司银行账户，不能绑外国账号银行好，推荐3个对非美国居民友好的平台。第一个空中云汇，第二个水星银行，第3个就是这个瑞类。这几家本来就是为线上业务和创业公司设计的市场认可度也不错，所以很方便的连接亚马逊、Shopify这类平台，支持美元收款、存款和资金管理。开户流程也很简单，跟着一步一步填写公司的信息就行。但是有一个重点，公司地址一定要用 Physical 提供的这一个住宅地址这样你后面才能拿到带这个地址的银行对账单，而这份对账单也可以用于 Stripe 的地址验证。好，下一步我们就需要申请这一个美国公司的 LLC 个人纳税识别号。好，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它要真正申请到美国的支付账户，你还需要这一个个人纳税人识别号。作为美国公司的非美国居民所有者你需要用它来完成 Stripe 的身份验证。Stripe 对美国公司所有者有身份验证要求 ，ITIN 基本可以理解为非美国居民版的 SSN。早些年申请 Stripe 只需要 EIN 就够了这个个人纳税识别号不是必须的，但现在对外国人来说 ，Stripe 越来越要求用个人纳税识别号做身份识别怎么来申请这一个个人纳税识别号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服务商代办，比如上 Fiverr 搜一下这个 ITIN， 里面有很多商家提供这个服务，找销量大、评论好的联系咨询就行，他们会帮你处理所有文件，你不用亲自去美国，也不用直接和他们打交道，付钱就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专门的平台做个人纳税识别号申请，费用大概在$300多只需要输入名字、邮箱、付款就可以了这个个人纳税识别号申请通常需要3到4个月才能下来，这是 IRS 的处理速度，基本没法加急，所以建议尽早启动。好，所有材料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正式申请美版 Stripe、美版 PayPal 商业账户，还有这个 Shopify Payments OS。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国家一定要选择美国，填写公司信息，用 IT 完成你所有公司所有者的身份验证。如果平台要求地址证明，就用公司银行账户的对账单。上面有你的实际住宅地址，通常这类文件就能满足地址证明要求。整个用户流程和你之前开本地版的 Stripe 差不多，唯一真正的区别是这次你不是以外国商家的身份申请，而是以美国公司主体的身份进入美国支付生态，款项会直接打到你的美国银行账户里。到账后可以用来支付供应商，也可以方便转回你自己本地的银行账户。有了美国公司之后，不只是 Stripe 和 PayPal， 你还能接触到一些只对美国公司开放的支付网关。万一以后 TikTok 之类的平台给你制造麻烦，也能让你转向一些专门服务电商的高风险支付处理商。这类资源个人创业者几乎拿不到，但对美国公司来说就容易很多。不过我再强调一次，最大的优势还是分散风险，不同国家、不同公司主体下都是支付处理商，一个账户出问题永远有备用方案。好，我们再来讲一下税务这一块，很多人讲不清楚，我给你捋明白基本税务逻辑。如果你是非美国居民，在怀俄明州注册的是单一成员 LLC，
默认情况下，这家公司不作为独立纳税实体纳税美国所得税，而是利润穿透到你个人。简单来说，你通常不需要交美国联邦所得税，也不需要交怀俄明州所得税。怀俄明州本来就没有州所得税，你只需要根据自己本国的税法，把这部分收入作为个人收入在本国申报。举个例子，通过美国公司赚了1万美金利润，你不在美国交税，而是在中国把它作为个人收入申报，就这么简单。虽然不用在美国交税，但你每年仍然需要向IRS 提交一些表格，最主要的2个是5472表、信息申请表，报告你和公司之间的交易；1120表和5472一起提交的封面表。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公司这2个表每年都要交，哪怕当年利润是0也得交，这点非常重要。没有按时提交的话，可能罚你25000美金甚至更多。截止日期一定不要错过。你可以自己提交，也可以找 CPI 注册会计师帮你处理，专门做这类表格的会计很多。除了联邦层面，你还需要向怀俄明州或你注册的那个州提交年度报告，这是为了让你的公司在注册州保持合规有效。怀俄明州的费用是每年64美金，主要就是确认你的注册代理和公司地址仍然有效。西北公司作为你的注册代理，也可以帮你处理这部分，所以不用太操心，联系他们客服就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合规要求叫POA， 这是一个受益所有权信息报告。简单来说，就是告诉美国政府这家公司到底谁拥有谁控制，它是反洗钱和透明度监督的一部分，由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执行。对外国持有人的美国公司来说，这个报告是必须的。好消息是，通常只需要提交一次，你可以自己通过 FINCN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执行。对外国持有人的美国公司来说，这个报告是必须的。你可以自己通过 FINCEN 官网提交，不想自己处理政府表格的话，西北公司也可以代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推荐找靠谱的注册代理。年度报告、续费、州层面的合规申报，他们都能帮你搞定。好，最后我们来算一笔账，看看整套下来要花多少钱。一次性启动成本，怀俄明州 LLC 注册加 EIN 约350美金，个人纳税识别号申请约300美金左右，合计下来也就600到700美金。每年的持续成本，注册代理续费125美金一年，怀俄明州年度费用60美金一年，合计约185美金一年。说实话，考虑到你能获得的支付渠道、收款优势和基础设施的灵活性，这可能是你电商业务里最便宜的一次升级之一。想认真搭建稳定的支付基础设施，美国公司是最简单、最划算的升级方案之一。好啦，以上就是非美国居民注册美国公司、搭建美国收款体系的完整流程，从选州注册、申请 EIN、搞定住宅地址、开美国银行账户、申请个人纳税识别号，到最后开通美版 PayPal CP Payments， 开通美版 Stripe。整个年路我都给你捋了一遍。如果你打算注册美国公司我推荐大家用这个西北公司，它比较靠谱，做的时间也比较长，注册流程比较简单，也不会一直给你推销没必要的附加服务。本期视频提到的所有工具和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请
简介栏和评论区置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取。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好啦，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